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知道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的恐怖怪谈是在介绍一个医院，这个经历是发生在医院这样子。那我自己本身有去过医院探险，说坦白，我真的还蛮喜欢医院的。那以我的个性啊，我有可能会变成这一则经历当中的 A 或 B 的其中一个人，但我必须告诉大家 ，A 跟 B 其实下场并不太好，这个样子。好，那在介绍经历之前呢，其实我今天有看到一则留言哈，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哈，什么，它的内容是说什么，都没有鬼屋探险什么之类的。那我必须说，鬼屋探险不是都礼拜四的影片吗？那假如说是办鬼屋探险的活动，说坦白，我已经停办很久了，因为说真的啦，带一大群人去到现场，其实说坦白有点辛苦，因为说真的啦，不是每个废墟都是很安全的，不管是人的意外，或者是环境的意外，总是会发生很多意外。所以说办了几次，发现到这些问题之后，后面我就停办了。那目前也还没有打算要继续办下去了，除非是哪一天我觉得有个地方真的比较适合办这活动的话，那仅限于会员版。OK， 好，那说完这个状况之后呢，接下来我就要进入今天的重点——恐怖怪谈。至于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这件事发生在我还在大学时期，大约2-3年前的事情。当时我离开乡下老家，到外县市的大学上学。有一天，我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奶奶病倒了。奶奶从小就很照顾我。我听到消息，立刻赶回老家，直接去了医院。幸运的是，奶奶病情并不严重，但因为怕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我请了大约1周的假，把打工和课程全部都停了下来。然而，我回到家发现，我原本的房间已经被弟弟占用，而待在客厅里闲晃又很无聊。于是，我给还留在当地的朋友打了电话。虽然大部分的朋友都因为工作或专门学校的课程很忙，但还是有几个比较闲的。于是，我约了3个在本地上大学的朋友，第二天开始一起出门。老实说，我们的家乡实在太乡下了，整个县都非常的无聊，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卡拉 OK 打保龄球，或者开车半小时到网咖玩飞镖和撞球。我们也曾讨论过去喝酒，但想到这周没打工，下个月会很拮据，我就拒绝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只剩下闲逛，然后窝在家庭餐厅的饮料吧里消磨时间，直到周2晚上，也就是我准备回去的前2天，我和一起玩的3个朋友中的2个人，像往常一样在家庭餐厅里聊天。我真的无聊死了，这里还是什么都没有啊。A， 那当然跟东京比起来差太多了，你在外地可真好啊。B， 那我们去那里吧。B 口中的那里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废弃医院，那是一个充满各种传闻的地方。有人说手术室里还留着完整的器械和手术刀，地下室有干枯的尸体，甚至有人说会看到护士的幽灵。老实说，我心里有些发毛，并不想去，但 A 和 B 越聊越兴奋，还通知了第3个朋友 C， 让他去现场集合。这间废弃医院据说是很久以前倒闭的，位于一个比我们住的地方更偏僻的小村子里，周围都是稻田和农田，几乎没有住户。这栋3层楼的建筑乍看之下，当初盖起来时应该相当的气派。A， 我听说我学长的朋友来过这里，随便乱丢烟蒂，结果回去后一直怪异的念着我要回到叉叉叉町，但他明明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我心里一阵火大，想着这种事为什么不早说，但又怕被说成胆小，只好敷衍的回了句是哦。医院的入口是一扇玻璃门，外面用锁链和挂锁牢牢锁着，周围一片荒凉，只有稻田里零星的路灯和垃圾，以及一些被我们这种闲人留下的涂鸦。1楼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那怎么办？要等C吗？
不用啦，先进去，反正稀有车会找到我们的。B， 那我先进去咯，这边的窗户可以爬进去。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从便利商店买来的廉价手电筒，开始爬窗进入医院。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应该不要去。一进入医院，我就踩到满地的碎玻璃，发出啪嚓啪嚓的声音。就在那一瞬间，我全身突然感到一阵寒意，鸡皮疙瘩起得吓人。我差点就想马上跳窗逃出去，但 A 和 B 已经走在前头，而车钥匙在 A 手上，我只能硬着头皮跟上。走在最后的感觉真的很恐怖，背后是看不见尽头的走廊黑暗，总担心会有像贞子那样的东西从后面追过来。我们进入了医院的大厅 ，B 用手电筒扫视了一圈，大厅里还留着长椅和散落的文件，但都已经被泥土弄得破破烂烂。护士站的架子倒塌，窗口也碎裂，整个场景充满诡异的氛围。哇，这地方好吓人啊！他高兴地说话，声在医院里回响，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我们去哪里 ？B， 当然是地下室啊，去看看有没有尸体啊。我心里一阵不安，强烈的觉得不应该去地下室，于是我劝 A、B 还是上楼吧，地下室感觉太危险了。虽然我内心只想马上逃出去，但怕被当成胆小鬼，还是选择上楼。我们开始往楼上走，边走边查看沿途的病房和诊疗室。路上我总是不自觉地回头看，因为心里莫名觉得不安。当我们走到楼梯中段时，我看见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在楼梯的拐角处，墙的另一边出现了一只脚，那只脚的方向是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处。那一刻，我整个人僵住了，动弹不得，连呼吸都变得很困难。B 回头问我怎么了，我像是被东西惊醒一样，深吸一口气，努力说服自己那只是错觉，然后强迫自己跟上他们。到了2楼和3楼后，虽然气氛依旧阴森，但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看到休息室和吸烟室里的旧型电视被砸坏了， A 还指着其中一台电视开玩笑地说，这大概是 Y 学长用坏的吧，哈哈。我们回到1楼后 ，A 和 B 当然又提议去地下室。这次我坚决的反对，真的很危险，我们还是不要去了。A， 哎呦，你怕了吧 ？B， 哈哈，你真是个胆小鬼。他们笑着嘲弄我，这让我觉得很丢脸，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下去了。地下室比楼上黑得多，完全没有月光照进来。我们用手电筒扫描四周，看到长影挂在墙上的消毒液和遗弃的轮椅。感觉一切都被完美的保留了下来。这种过于整洁的状态让我们感到一种违和感。当 A 打开附近一扇门时， B 用手电筒照向走廊深处，指着说，喂，那边是不是手术室？我们看到前方隐约有个牌子，像是手术室门口会有那种的红色招牌，虽然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但 B 很兴奋地往那个地方走去， A 紧跟在后。我开始觉得头晕，耳朵里像进水一样，脑袋有种说不出的混乱感，仿佛发烧时那种不稳定。即便如此，我还是害怕一个人待着，只能硬着头皮跟上他们。但走着走着， A 突然爆笑了起来，我被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是 B 跌倒了。A 指着他哈哈大笑，哈哈哈，你到底在干什么？真丢人。然而 B 迟迟没有站起来，我们跑过去查看，发现他紧闭双眼，咬紧牙齿，双手死死地按着自己的小腿，低声呻吟着。我们焦急地问，你怎么了？撞到了吗？他没有回答，只是不断发出痛苦的声音。A 一边慌乱地说，我们来看看吧，应该没有事。他让我用手电筒帮忙照亮，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搬开 B 按着小腿的手，结果我们都吓坏了。B 的小腿处靠近骨头的地方，皮肤和肉像是被剥开了一样，露出隐隐约约的白色骨头，血流得满地都是。A 惊叫道，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也完全被吓坏了，但很快意识到这里真的不对劲，于是对 A 说，我们赶紧出去吧。 A 和我一边抬着 B 往外走，但就在我们准备到楼梯口时，我们听到了咔啦咔啦的声音。当我用手电筒往声音的方向照去时，发现一辆轮椅
正朝我们快速的滑来，那轮椅速度极快，直接撞向了我们，B 被撞倒在地，A 完全失去了理智，大喊着转身跑向另一个方向，甚至于越过了楼梯口，彻底消失在黑暗当中。我想要叫住他，但他根本听不见我的声音。我被吓得不知所措，扶着 B 的胳膊想要把他拖走，但就在这时，我低头看到了一张脸，那是一张孩子的脸，就在我的腿间，以仰视的角度直勾勾地盯着我看。那张脸毫无表情，但却让人感到一种可怕的愤怒。我的恐惧达到了极限，我放开了 B， 拼命地向楼梯跑去。即便摔倒了，撞上楼梯的边缘，我还是爬着逃上了1楼。当我回到1楼，发现因为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月光可以让我稍微看清周围的情况。我疯狂地跑向正门，拼命地摇晃门把手，但锁链和挂锁让门根本打不开。我不敢回头，也不敢往其他地方看，生怕再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就在我拼命想要把门打开时，忽然听到轰轰轰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我转头望去，看到一道灯光直直照向我，原来是西骑着摩托车赶到了。他在门前急刹车，转头看着我，脸上写满了困惑：“你们在干嘛？”他隔着玻璃问道。我虽然听不清，但能看出他的疑问。我一边大喊救我出去，一边在门口附近狂乱地找出口。这时我才发现门旁有一扇窗户，有一个被砸开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出去。我顾不上其他，立刻钻了出去，慌乱中甚至割伤了自己的手臂。C 被我的行为吓了一跳，他拉住我问：“你到底怎么了？”但我此时只顾催促他：“快走，我们赶快离开这里。”虽然 C 还想追问 A 和 B 的情况，但我夸张的语无伦次，让他也不敢多留。骑上了摩托车，载着我离开了那里。一路上，我一直回头查看，生怕有什么东西跟上来。C 大喊：“你疯了吗？不要回头看，那样会摔下去的。”我紧紧抓住他的腰，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整个过程中，我心跳快得像要爆炸。我们驾驶到附近的一家便利商店，西停下车，转过头，用愤怒的眼神盯着我。现在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连自己都没办法整理头绪，只能断断续续地讲述发生的事情。A 和 B 进入了地下室，B 摔倒受伤，我们看到一些该死的东西追了上来，然后我逃了出去。西听得一头雾水，但看到我全身颤抖的样子，他也不敢多说些什么。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 B 的来电显示。西愣住了，拿起电话接通后，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西结束通话后，恶狠狠地对着我说：“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B 刚刚打来电话说他还在那里啊，让我们回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冷汗直冒。不可能 ，B 根本不可能打电话来。但西坚持说他的声音就是 B 的声音啊，而且他一直问你在哪里。我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坐在便利商店门口发抖。便利商店店员注意到我们的异样，过来问：“你们没事吧？”西解释了一下，但我的样子似乎让店员越看越不对劲。他指着我的手说：“你的手臂在流血。”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手臂被划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店员急忙拿来急救箱帮我处理伤口，甚至用店里的包扎用品。当我稍微冷静了一点后，西带着复杂的神情对我说：“我们应该通知警察。”西说要联络警察。我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拨打110，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这医院有2个朋友出事了，赶快来。但警察那头听起来懒懒散散地问：“这医院能不能说得更详细点？地址呢？”我咆哮：“我哪知道地址啊？就是叉叉村那边的废弃医院。”然而对方似乎根本不在意，慢吞吞地问：“那是什么情况？车祸还是打架？”我抑制的怒火继续说明：“里面有人受伤，快点派人过来。”可是话还没说完，手机里突然传来刺耳的杂音，沙沙沙的声音覆盖了我的声音，连对方的回应也变得断断续续。最后电话直接断线了。我咒骂了一声，准备重新拨打，但手机突然自动关机了。我急忙抢过西的手机，重新拨打110。这次电话接通了，却出现了更加诡异的状况。电话里没有回应，只有沙沙沙的背景音。接着远处似乎传来了人声，那个声音起初听不清楚，但越来越大，逐渐变成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我瞬间认出那是 A 的声音，那种撕心裂肺的声音，与他在地下室消失时一模一样。我惊恐地把手机丢到地上，整个人几乎崩溃。C 拿起手机，脸色也变得苍白。他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疯狂地摇头。店员见状，连忙过来看我的情况。他们看见我的伤势后，又急忙叫了救护车。我最终被送到附近的医院，伤口缝了几针，还检查出脚趾骨折，但幸好没有生命危险。第二天，我被警察带去询问，详细说明了我们前往废弃医院的经过以及地下室发生的事情。他们显然不相信我的说法，不但给我做了药物检测，还说可能要对我的住所进行搜查。整整几个小时，我被反复问到那些细节，直到我忍不住问了 A 和 B 的情况。警方告诉我，他们在医院里找到 B 的尸体，正如我描述的那个样子。他在地下室楼梯附近，死因是失血过多，但具体细节还需要解剖后才能确定。而 A 的下落仍然不明，警方将他列为失踪人口，并怀疑他可能与 B 的死有关。他们也提到，我丢失的钱包是在 B 的尸体附近找到的，被当作证物保存。警方强调，废弃医院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在几次的警察询问后，我的生活慢慢恢复平静，但仍然被这段经历深深困扰着。有一天，警察无意提到 B 小腿的伤口，他们问我，你描述中提到看到骨头，伤口看起来像是切割伤还是咬伤呢？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的场景，模模糊糊地说，我记得有白色的骨头，但当时太混乱了，没看清楚。警察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笔记，然后自言自语了一句，咬伤的可能性应该不太高吧。那句话让我脑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比小腿上的伤口会不会是被地下室那个孩子的脸咬的呢？即使事情过了这么久，我仍然无法忘记当晚的恐怖经历。每当手机响起，我都害怕看到来电显示是 A 或 B 的名字，这份恐惧至今仍深深地埋藏在我心底。好长的一则故事啊，精不精彩？精彩。其实我今天的示意画面就是我用之前去日本的一个废弃医院，叫做某某那什么 H 病院的那个地方当示意画面嘛。其实它当中叙述的场景跟这个医院很像，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手术室是在2楼，然后这篇经历的手术室是在地下室，这2点不一样。他说的是哪一所医院呢？好想去看看哦。但我不知道，医院本来就是生老病死的地方，本来就容易聚集很多好兄弟，但这个好兄弟未免也太凶了吧？那 A 到底去哪里？他为什么会在医院当中被神隐呢？不知道，一切都是谜。好 ，OK， 我是勾商的启明，那今天恐怖怪谈就差不多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拜拜。